我以为有钱就能过上我想要的生活，结果错了。有钱人的幸福生活，你我根本想象不到。他视色如命，情人无数。60岁娶同学28岁的女儿，连老婆的闺蜜都不放过，妥妥享尽其人之福，双宿双飞，不亦乐乎。除此之外，空姐、模特、明星，和他不清不楚的绝色佳人更是数不胜数。他一生风流倜傥，真正的3妻4妾6个孩子。凡他触手可及、够得着的女人，都逃不过他的魔掌。换女人如换衣服一般随意，他的风流史真的能说上3天3夜。而这一切只因他智商在线，情商了得，更有富可敌国的财富。他爹是台湾揽县之父，早年就给家里攒下了颇天家业，妥妥的顶级富二代。后来他自己搞出台湾大哥大，又发了一笔横财。可他有了钱，就彻底弃了正事儿，把所有精力都疯狂扑在女人身上。然而天道好轮回，苍天饶过谁？他最后还是栽了，因为财务报表作假，被判了刑，进了监狱。而且由于过度骄奢淫逸，身体早就垮了，患上了癌症，最后只能保外就医，没过多久就一命呜呼。听说他死的时候，身边连几个像样的亲人都没有，真是凄凉到极点。想当年他风光无限，身边美女如云，众星捧月，最后竟落得这般下场。大家好，我是微笑。今天说的这个人就是台湾电信巨头台湾大哥大的创始人孙道存。他的故事跟我上期说的黄任中极其相似，都是超有钱。狂玩女人，锒铛入狱，孤独终老。有句话说得好，有些人一生奔波劳碌，活成了牛马；有些人一出生便已身在罗马。2005年，台湾威风广场的年会上，豪门大佬孙道存上台为员工抽奖。这位在富贵窝里浸淫了一辈子的花花老头，对着底下千把号员工说道：“我希望这个奖由我的夫人，也是我的内人张琼玲小姐上来摸。”此话一出，原本热闹的宴会厅陷入了一片死寂，几秒钟后才稀稀拉拉响起一阵掌声。准备上台的张琼玲小姐年轻貌美，笑得春风得意，而另一桌一个年过半百的豪门夫人却一脸铁青，浑身止不住的颤抖。原来这一脸铁青的妇人才是孙道存明媒正娶的原配夫人，而张琼玲不过是孙道存婚姻路上的小五，一个时刻想现正房的上位者而已。无疑，这又是一场豪门狗血剧。原配在侧，渣男却公然出轨秀恩爱，还能当着原配的面称小五为自己的夫人。这样的事情也只有台湾第一风流富豪孙道存才能做得出来了。我们先把时间拉回到上世纪50年代，1949年8月27日，台北市中山区的孙家宅邸传来婴儿啼哭。时任太平洋电线电缆公司董事长的孙法民给这个长子取名道存，寄望其道义存心间。只是彼时的孙法民不会想到，这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儿子，未来会用171亿新台币的贪腐金额彻底颠覆他的期许。孙家的财富版图在当时的台湾堪称传奇。孙法民早年从日本引进电线电缆技术，硬生生在一片空白的市场中杀出重围。泰电一度占据台湾80%的电缆市场份额，被尊为台湾电线电缆工业之父。孙道存的童年浸润在佣人伺候、豪车接送的环境中，小学就读于台北市立仁爱国民小学，身边围绕的都是政商名流子女。据其金门高中同学回忆，孙道存彼时已显露纨绔本性，书包里常装着进口巧克力与限量版玩具，却极少见到课本。15岁那年，孙法民察觉儿子学业荒废，终日流连游戏厅，狠心将他送往军事化管理的金门高中。这座位于离岛的学校以严苛著称，学生需每日出操，整理内务，周末不得随意离校。但孙道存自有对策，他用零花钱收买校工，每晚翻墙外出，在金门的小酒馆里喝到深夜，清晨再翻墙回校参加早训。有次被教官抓现行，他竟掏出一叠新台币塞给对方。教官通融下，我爸是孙法民，这句话成了他早年最管用的通行证。即便如此，家族的资源仍为他铺就了精英路径。1971年，孙道存顺利考入淡江大学外文系，后在父亲安排下转至国贸系。大学期间，他鲜少出现在课堂，却常年霸占学校附近舞厅的 VIP 席位。据淡江大学校史档案记载，1973年校庆活动中，孙道存甚至包下整支乐队，在校园草坪上举办私人舞会，引来校方警告，却不了了之。1975年大学毕业后，孙道存直接进入泰电集团，从董事长特助做起。这个职位本是为培养接班人设立的见习岗，但他却把办公室变成了社交场。
每日中午带客户去高档餐厅应酬，下午要么缺席会议，要么把文件丢给下属，这事儿你看着签，出问题我担着。即便如此，凭借父亲的权威与偶尔显露的商业直觉，他仍在1986年升任总经理，37岁便掌控这家市值100亿的企业。1992年，孙法民病逝，43岁的孙道存毫无悬念地接任泰电董事长。董事会上有老臣质疑其能力，他却抛出一份5年发展计划，其中关于移动通信的布局让众人眼前一亮。彼时台湾仅有中华电信一家运营商，手机还是重达2斤的大哥大，多数企业家视其为富人玩具。但孙道存从香港考察归来后断言，10年后手机会像手表一样普及，这句预言为他日后的巅峰埋下伏笔。1997年，孙道存联合富邦金控等企业砸下10亿新台币创办台湾大哥大。消息传出后，舆论一片嘲讽，电缆老板懂什么电信，10亿怕是要打水漂。但他用一系列精准操作回应了质疑，先是以高薪挖来中华电信的核心技术团队，解决网络建设难题，再推出预付卡套餐，将入网门槛从5万新台币降至1万，让普通民众也能负担。命运的天平此时彻底向他倾斜。1998年，台湾经济腾飞，民众消费能力骤增，手机需求呈爆炸式增长。台湾大哥大的用户数从最初的不足10万，一年内飙升至120万，市场份额超过 35%。1999年公司上市，股价从发行价28元新台币一路飙升至160元，市值突破2000亿新台币。泰电集团也借势市值翻番，突破1000亿大关。孙道存的个人声望达到顶峰，他被媒体封为台湾电信教父，个人资产峰值达300亿新台币，位列台湾富豪榜前10。政商各界纷纷向他靠拢，时任领导人李登辉与其结为干亲家，经常邀请他参加私人宴会，王永庆等老牌企业家主动与其合作，甚至有传言称想在台湾做通信生意，必先拜会孙道存。他的出行排场也愈发奢华，乘坐定制版劳斯莱斯，随身带着2名保镖与1名私人助理，每次公开露面必穿手工定制西装，手腕上的百达翡丽腕表价值1000万。财富的暴涨催生了他的金钱万能论。在一次财经论坛上，他公开表示，只要有钱，没有办不成的事。这句话成了他此后人生的信条。他在信义区买下2套相邻的豪宅，一套自住，一套专门用来招待客人，收藏的红酒价值超过2亿新台币。其中一瓶1982年的拉菲曾以50万新台币的价格赠予李登辉，甚至为了方便约会，在台北101大厦租下长期套房，每月租金高达80万新台币。1999年9月21日，台湾大地震后，台湾大哥大的信号塔受损严重，数万用户断网。孙道存连夜召开紧急会议，宣布不计成本抢修，不仅动用私人飞机运送设备，还承诺抢修期间所有通话免费。此举为他赢得了巨大声誉，媒体称赞其有社会责任感。公司股价次日逆势上涨 5%。但鲜有人知，这场公益秀的背后是他早已开始的资本游戏，利用泰电的资金为台湾大哥大输血，通过关联交易转移资产。2000年，台湾大哥大举办上市庆功宴，孙道存站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的舞台上，手握香槟，对着1000亿市值看板合影。台下政商名流举杯欢庆，镁光灯闪烁不停。他在致辞中意气风发：我们要让台湾大哥大成为亚洲最好的电信公司。此刻的他不会想到，这场盛宴已是他人生的顶点，欲望的黑洞正在不远处等待吞噬一切。孙道存的感情世界从来都是金钱与权力构筑的畸形游乐场。1974年，身为电缆太子的他，在华航班机上邂逅空姐王文莲，这位航空业的玉女代表以单纯气质吸引了他。孙道存的追求堪称极致奢华，每日空运荷兰郁金香配手写情书，斥巨资购入全台限量3台的音响，甚至动用关系将它调至台北、香港精品航线。1975年，两人在圆山饭店顶楼举办盛大婚礼，300多位政商名流出席，100万新台币烟花绽放20分钟。王文莲身着巴黎定制婚纱，头戴36颗钻石头纱，被媒体封为最幸福新娘。但婚姻很快沦为泡影。孙道存婚后深夜醉酒归家，满身陌生香水味，对王文莲的关心仅停留在物质层面。1976年，王文莲好心将留美归来的闺蜜何念慈介绍给丈夫，希望这位元大证券世家的聪慧女性能助力其事业。
却不料引狼入室。何念慈精通金融，人脉广阔，与孙道存聊起国际电缆市场时见解独到，孙道存转而展开功利性追求，带他跻身政商核心圈。分享泰电财务报表，让他感受到事业伙伴的重视。短短3个月，何念慈沦陷，孙道存则毫无愧疚地将100万新台币支票拍在王文莲面前：“离婚吧，这笔钱够你下半辈子无忧。”王文莲未娶分文，仅携衣物书籍远走美国。多年后，以中文教师身份在旧金山过着平淡安稳的生活。谈及过往，只剩淡然一笑。1976年底，孙道存与何念慈低调成婚。这场强强联合让泰电集团受益匪浅。何念慈凭借家族资源拿下台湾高铁电缆订单，促成泰电与元大证券合作，更打理的孙家井井有条，将3个孩子培养得彬彬有礼。但孙道存的花心从未收敛。1985年影视圈酒会上，他结识因一帘幽梦走红的琼瑶剧女星闫宁。闫宁娇媚柔弱的气质正中其保护欲。孙道存随即挥金如土，信义区8000万新台币豪宅配2000万装修，每月100万生活费。生日包下垦丁度假村庆生，闫宁放弃演艺事业，成为他的地下情人，并生下3子。孙道存更成立空壳公司，让他挂名总经理，掩人耳目。1995年，孙道存拍摄广告时结识性格泼辣的演员张琼龄，被其强势个性吸引，承诺给予名分，不仅购置豪宅名车，更带他出席非公开社交活动。2000年，怀第3胎的闫宁发现丈夫深夜不归，手机满是暧昧信息，故私家侦探在台北信义区商场抓包2人同行。情绪失控的他与张琼龄当众扭打，这场闹剧让孙道存风流成性的标签传遍全台，泰电股价应声下跌 3%。更荒唐的一幕发生在2002年慈善晚宴，孙道存竟同时邀请何念慈女儿孙云云与张琼龄出席，将张琼龄安排在主桌何念慈身边，当众介绍：“这是我的内人张琼龄。”甚至逼迫20岁的孙云云叫妈妈。何念慈强压怒火，平静提醒注意场合。晚宴后便秘密收集孙道存转移资产的证据。2007年，他正式提出离婚，放弃所有夫妻共同财产，仅带走3个孩子抚养权。离婚协议中特别注明，子女成年后不得继承孙道存任何资产。多年后，他在采访中直言：“那些钱藏着太多眼泪和失望，我不想孩子被这样的金钱污染。”离婚后，他用积蓄在台北大安区开了家 Insulator 绝缘体花店，彻底与过去切割。何念慈的离开让孙道存更加肆无忌惮。2007年底，他追求投资界白领赵小玲，赠送500万新台币保时捷，承诺成立投资公司，却暗中安装追踪器，翻看手机信息，最终被赵小玲告上法庭，赔偿200万新台币收场。2008年，60岁的他与小33岁的模特邱意林交往半年，因猜忌和控制欲分手。面对对方男友质问，他狂妄宣称：“我给他的，你一辈子都给不了。”2009年，60岁的孙道存做出最轰动的决定，迎娶比自己小32岁的28岁吴亦萍，而吴父竟是他初中同班同学吴森元。吴森元怒斥禽兽不如，却在女儿以死相逼下妥协。这场父女恋引爆台湾舆论，民众拉横幅抗议，孙道存却在婚礼上高调宣称爱情不分年龄。然而这份真爱在他落魄后便烟消云散。吴亦萍在其入狱后卷走最后一笔海外资产，彻底失联。情感的放纵耗尽了孙道存的心智，对金钱的贪婪则将他推向毁灭深渊。台湾大哥大的成功让他沉迷资本运作，2000年后不顾董事会反对，开启赌徒式跨界扩张。他看中美国加州银行业估值低，一转手的特点，动用泰电资金收购8家小型银行，却对美国金融政策一无所知。仅2001年就亏损30亿新台币，只能从泰电抽调资金填补窟窿。2002年，他以个人名义花50亿新台币收购香港尖沙咀5星级酒店，计划装修后80亿转手，却遭遇2003年非典疫情，入住率暴跌至 10%， 最终35亿抛售，亏损15亿。此外，他投入40亿新台币建设宽频网络，押注数码电信项目均因技术不成熟、竞争激烈失败，累计亏损超80亿新台币。巨额亏损并未让孙道存收敛奢靡生活，反而催生了掏空公司的邪念。他联合财务负责人陈世明设计精密骗局，第一步虚构项目，伪造 5G 基站建设、东南亚电缆采购等虚假合同，合作方均为海外空壳公司，地址与联系方式全是伪造。
第二步，多层转移资金，通过146家离岸空壳公司交叉转账，将泰电资金层层洗白后转入私人账户。第三步，财务造假，通过虚构销售收入隐瞒亏损，将2000年40亿真实亏损伪装成35亿净利润，欺骗投资者与监管机构。1999年至2001年间，孙道存累计掏空泰电资产171亿新台币，绝大部分用于挥霍与供养情人，赠与闫宁的豪宅和股票价值3亿，给张琼林的分手费1.2亿，为吴一平购置珠宝奢侈品超8000万。他还在全球购置房产，法国酒庄、纽约公寓、伦敦别墅总价值超50亿，私人游艇与飞机年维护费高达2亿，纸终究包不住火。2001年，台湾金管会例行检查时发现异常，泰电90亿应收账款客户信息模糊，回收周期远超行业平均。深入调查后，虚假合同、空壳公司、财务造假等证据浮出水面。2001年10月，金管会公布调查结果，泰电股价连续12个跌停，从每股80元跌至3元，市值蒸发 95%， 千亿帝国仅剩不足50亿，无数投资者血本无归，70多岁老人心脏病发作离世，年轻投资者因债务跳楼自杀，抗议横幅挂满泰电大楼，资金链彻底断裂的泰电背负225亿债务，供应商催债，银行停贷，运营陷入停滞。2003年，孙道存被迫辞去台湾大哥大董事长职务，这家由其父孙法民一手创办的企业正式下市。跟随孙法民多年的老员工痛心疾首，泰电是孙家的孩子，孙道存却把它当成提款机，良心尽失。但孙道存仍未收手，他将剩余资产转移海外，带着吴一平流亡。2004年购法国酒庄，2005年至纽约公寓，2006年赴马尔代夫度假，2008年台湾司法机关发出通缉令，冻结海外资产，他才被迫回国。2010年，台北地方法院以业务侵占罪、伪造文书罪一审判其3年有期徒刑。孙道存不服上诉，这场司法拉锯战持续7年。期间，他通过律师运作获得保外就医资格，仍居住在豪华别墅，佣人伺候起居，甚至在2015年与吴一平补办婚礼，全然不顾无数受害者的痛苦与愤怒。情感的沉沦与商业的贪婪如同双生毒藤，将孙道存的人生缠绕至毁灭边缘。他用金钱践踏爱情，用谎言摧毁帝国，却始终未曾察觉欲望的黑洞终将吞噬一切。那些用财富堆砌的亲密关系，在他落魄时烟消云散；那些靠欺骗构筑的商业神话，在法律与真相面前不堪一击。这场由欲望主导的闹剧早已注定了众叛亲离、身败名裂的结局。2017年8月，台湾最高法院驳回孙道存的上诉，维持3年徒刑判决。此时的他已68岁，身患糖尿病与摄护腺癌，但法律并未因他的年龄与病情网开一面。2018年1月，他正式入狱，被关押在土城看守所。这位昔日的电信教父在狱中体验到了从未有过的落差。据狱友回忆，孙道存初入狱时极不适应，不习惯集体宿舍的硬板床，不会自己叠被子，甚至不知道如何使用公共厕所。有次他想让狱友帮忙洗衣服，习惯性的掏出钱，却被对方怒斥：“这里不是你家，没人伺候你。”更讽刺的是，他曾引以为傲的人脉，此时彻底失效，多次托人求情却无果，只能在铁窗内度日如年。在狱中，孙道存每天的生活规律而枯燥，清晨6点起床整理内务，7点吃早餐，上午参加劳动改造，下午学习法律知识，晚上9点熄灯。劳动改造的内容是组装零件，每天要完成规定数量，否则就没有晚餐。有狱友爆料，他常常在深夜偷偷哭泣，怀里抱着一张全家福照片，照片上女性的面孔被磨得模糊不清。他还坚持每天写信，信里翻来覆去只有一句话：“我是无辜的。”但这份无辜在171亿的贪腐金额面前显得格外可笑。2020年1月1日，孙道存刑满出狱。当天清晨，他穿着出狱时的旧西装，步履蹒跚地走出看守所大门，却发现门口没有迎接的亲友，只有等候的警察。他刚出狱就被羁押，这次羁押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入狱仅3天，他便因摄护腺癌恶化申请保外就医，获得批准。保外就医期间，孙道存住进台北医大附设医院的 VIP 病房，但昔日围绕在他身边的人早已散去。病房门口没有鲜花与问候，只有银行与律师送来的催债函，密密麻麻堆成了小山。
2021年11月17日凌晨，孙道存因病情急剧恶化去世，享年72岁。他的葬礼极为冷清，昔日的政商圈友无人到场，3任妻子均未出席，只有孙云云一人操办后事。告别仪式上没有挽联，没有悼词，只有一具覆盖着白布的遗体。孙云云为他选择了一个无铭文的骨灰盒，他说他的一生没有什么值得书写的。这句评价成了对他最精准的注解。孙道存的故事已经落幕，但孙道存用一生证明好色贪婪可以将一手好牌打得稀烂。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我是微笑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